垫下巴当然它有它的缺点，这样的材质它其实是工厂出来的就好像工厂出来的制服就是大中小，我们要帮你挑选一个好看的制服，没有那么为你量身定做。那更何况它其实也没有那么分男生女生。各位可以想象，我男生女生都穿一样的制服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奇怪的样子。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各位东粉好，我谢东医师。我们上次呢，其实谈过什么叫做好看的下巴，以及要创造好看的下巴有哪些手术方法。那我们今天把其中这一项讲得更清楚。我们今天来谈垫下巴与3D 列印下巴。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那我们上次谈过怎样的是好看的下巴呢？其实一半是包含有很好的骨头的线条延伸，另外一半呢是要有非常好的闭合不能有这种下巴肌肉出力闭合的问题，这个是一样重要的东西。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下巴的骨头更延伸呢？我们就要在骨头的前方放一个植体去延伸这个骨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垫下巴。至于怎么样去改善闭合问题呢？那就是要靠医师怎么针对这个植体去设计。那垫下巴呢，其实常用的材料呢，有包含了矽胶、卡麦拉、Gore-Tex 这一类的材料。各位可以想象我手术中嘴巴内开一个小伤口，把这个植体放进去以后，很容易就得到一个下巴的延伸了，脸型的比例就好看、更精致，小 V 脸这些都做得到。而且它的好处是放进这些植体其实它相对安全，相对于鼻子安全。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谈鼻整形的时候，因为我们鼻子皮肤这么薄，又在脸部中心的地方，它是有它的风险。可是下巴呢，反过来各位在发现我在谈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下巴呢，它就是一个很强壮的骨头跟相对厚的软组织，所以在这里放人工材质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比鼻子来说是安全许多的。那垫下巴当然它有它的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这样的材质它其实是工厂出来的就好像工厂出来的制服就是大中小，我们要帮你挑选一个好看的制服，没有那么为你量身定做。那更何况它其实也没有那么分男生女生。各位可以想象，我男生女生都穿一样的制服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奇怪的样子。所以一般的垫下巴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它不够客制化，它会造成一些外观上整个骨头的线条不够顺或者是闭合的改善不够精致，甚至男生呢下巴呢需要保留下巴该有的宽度的时候，它会显得太女生、太尖了一点点。再更仔细讲一下它的问题呢，其中包含了除了不够服帖以外，它可能有点晃动。另外一个呢，我们为了手术伤口的大小，我们这个植体通常不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是口内一个伤口去垫下巴的植体，有可能是加强是以这个区域这个大小为主。各位可以想象，那可是其实我的骨头延伸是要延伸到这上面的那我们这一段怎么办呢？所以其实遇到这种需求，我们就只能使用3D 列印下巴，就是客制化的垫下巴。那我们这样的下巴植体，我们需要设计除了贴合骨头面，这样不需要打骨钉之外，另外一个好处呢是它的延伸感会特别的好，它不再是一个短短的一个下巴而已，它是可以特别的延伸。而且可以针对每一个人要的下巴的线条的需求去做调整。女生是比较柔一点点的，男生呢要保留下巴该有的宽度这些都是3D 列印下巴我们所诉求的东西。那3D 列印下巴呢，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各位可能会想象说，我在软体里面设计好我要下巴的线条以后，列印出实体，然后把它塞到下巴的位置就结束了。好像是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呢，碍于法规跟现在材料的限制，我们并没有一个可以列印的材质，而且可以安全的放在人体里面的，暂时还做不到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我相信绝对是未来的方向。那我们现行的做法呢，主要是2种方法。第一种呢，一样是在软体里面设计好，设计好之后呢，利用翻模的方法，在手术中灌骨水泥把它灌出来。什么意思呢？我设计好这一个下巴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胶膜上下的胶膜。那胶膜中间有一个缝隙，那个缝隙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的下巴植体。然后我们在手术中呢，去调和骨水泥以后，把它灌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无菌的情况下灌出这一个我们要的下巴植体了。那这个下巴植体，我们可以想象，它就会跟我们的骨头非常的贴合，这是它的好处。可是它也有一些缺点。那第一个缺点呢，我们刚才谈过这个下巴植体
体是要怎样让这个下巴整个延伸感更好的，所以它相对比一般的垫下巴一定是比较大一点点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要把这样比较长、比较大的植体放到下巴的位置，我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伤口。那另外的问题呢，是来自于因为这样的设计呢，工程师的角色会吃得比较重，有时候工程师会太专注于完美的骨头，可是却忽略了软组织是不是可以配合上。所以也有听闻过植体放进去之后太大块了，软组织跟不上以外，甚至太多了、太紧了，连伤口都关不起来，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的材质呢，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亚克力，在手术中去调整也相对比较不容易。当然，后面这些缺点呢，可以透过医师的经验，其实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那不过伤口比较大，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缺点。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更常使用呢，实际上是做完电脑断层以后，去1比1列印出我们客人自己本身的下巴骨头，然后呢，在手术中就无菌的情况下呢，我们再使用人工骨这个材质 Maple， 我们去雕琢内侧面去服贴我们的下巴的骨头，然后外侧面呢再去雕琢去设计整个需要的下巴的线条，好，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下巴骨。那它的好处，第一个，它一样可以很服贴，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需要骨钉的。那它还有一些好处，它跟骨水泥呢最大的差别呢是，它实际上不是一整块的，它设计上是可以分成2片的，像是拼图一样，它是可以分成2片，然后伤口内再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造成我们的手术伤口就像一般垫下巴一样，可以特别的小，大概2公分内就可以完成了。我们一个小小的伤口，我们可以放进左边1片，右边1片，然后伤口里面把它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3D 列印下巴。而且 Maple 这个材质在手术中也是相对容易雕琢的，这个是我们目前相对常用的方法。恢复期的部分呢，我们需要您戴口罩2个礼拜，口罩拿掉以后，其实一般人就看不太出来手术感了。那当然持续还会继续消肿，大概1个月左右就会非常的精致。那不过您可能会觉得下巴这边紧紧的，那没有问题哦，那只是单纯伤口一开始愈合的时候，愈合组织会比较紧，随着时间本来就会软化了，所以那种紧紧的感觉很快就会不见了。那至于后遗症的部分，我们刚才谈过，虽然它一样是放了一些人工材质在人体里面，可是跟鼻子比起来，它是相对安全很多的，因为下巴这边就是一个很强壮的骨头跟相对厚的一个组织，所以放进去以后，它其实自然度是很不错的，而且它的长期的风险跟感染风险也远低于鼻子的手术。那部分的人呢，会觉得下唇会有一点点轻微的麻麻的感觉，这个非常正常。那主要是因为口内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可是随着时间神经长回去了，大概半年左右，几乎都可以100%的恢复，所以这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那至于3D 列印下巴呢，我个人的特色呢，我们之前有谈过，我们除了追求骨头的延伸感的完美以外，我们非常重视什么？闭合问题。除了我们把3D 列印把它做好之外，我们可能会合并配合肉毒，让这个下巴的肌肉尽量的放松，增加那个延伸感。另外呢，我们常常会合并自体脂肪移植。我们之前有提过垫下巴、3D 列印下巴，这个是硬组织的加强。可是实际上软组织并没有被加强到，所以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自体脂肪移植对软组织做个加强，让它也跟得上这样子好看的一个硬组织。加强的地方常常是哪一个地方呢？正面的话，这2边的凹陷，常常垫下巴之后，其实骨头是顺的，反而是嘴边肉有点下垂，所以会考虑在这个凹陷的地方补一点脂肪，或做一点点嘴边肉拉提。让骨头是顺的以外，软组织就是脸型、皮肤也是顺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侧面的时候，因为垫下巴只能垫在最下缘，3D 列印下巴往前延伸之后呢，可是这个凹陷，下唇跟下巴中间凹陷会太强烈，甚至有一种下唇的外翻感。这边也可以补一点点脂肪，让整个下巴线条更顺，而且也有助于下唇外翻感的改善，也有助于一点点的闭合问题。这大概是我们在做3D 列印下巴跟其他医师不太一样的特色，我们特别重视协调感跟闭合问题的改善。那经过上面的影片，大家有没有对于垫下巴以及3D 列印下巴有更深入的了解呢？那又来问题了，各位原本对于3D 列印下巴的概念是怎么样呢 ？A， 我原本以为是这样滋印出来塞进去就好了，还是 B， 知道原来它比较像是一个翻模的样子，是列印出下巴的骨头而去雕出人工骨的？欢迎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喽。那我自己这边呢，对。
那至于3D 电影下巴呢，我个人特色呢，我们之前水の呼吸